来 BT 爵士的大货版本，咱们看看怎么个事儿。盒子的外包装直接是实物的照片，一份电脑建模图的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人形包装。之前咱们样板的时候是人变车，现在咱们正好来做一个逆变吧。全部的配件也都可以搭载在车身上面，我们先把它摘下来。音箱包，两把键是卡在轮毂上的。当然，轮子外侧是独立旋转，卡在轮毂上面，这个地方不会影响到转动。变形到位，四轮接地是没有问题的，橡胶轮胎，但是中间的这个轴似乎有一些紧，推车滚动不是特别的顺畅。整体车型的涂装效果非常不错啊，上边白色的零件也是有涂珠光漆的，透明的驾驶舱，金属涂装的轮毂，底盘来看也算是整整齐齐，填的还是比较满当的。屁股后方有一个巨大的引擎，左右的刹车灯、转向灯都是涂装做出来。车头的位置，大灯是透明零件嵌入，前方进气格栅，这个地方的刻画也很细腻。不过整体的一个观感，很多朋友觉得会像乐高拼砌起来的那种方方的感觉啊。作为一款原创的车型，这个样子倒是也挺科幻的。那我们来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第一步，车顶这个位置翘起来，双关节，把这个盖子折过去，然后侧面这里的车门，注意和前方这一块的结合。有一个压着它扣子，我们先把这一块解锁开，稍微的转一下，腾出来空间。车门和小臂中间这里还有一个插扣，把这里打松。好，操作过程中要小心，背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透明件的插扣，你是掰开的时候斜着把它拖出的。接着往下掰一掰腿部，打开车顶位置的两个插扣，我们就可以整个的把车顶盖掀起来，往前放。驾驶舱的内侧这个环90度拨起来，左右的两根合金插槽往后滑，滑到底把它锁住。这个时候侧面这里车门的位置有一个连接的扣子，我们把它打松。延展开，下方这里挡风玻璃的这两块，挪开一点点位置，对折，先把它收起来。左右打开这两块的插口，斜着方向打开以后，中间就有一个手指垫进去的空间，抠开这里边的两个扣子，把整个的这块盖子还有下方连接的扣子解锁。翻到底盘来，前裙架这里又有两个插扣，把它解锁。这个时候，两条腿左右连接的中间插口就可以打开了。尾翼往后折，这个地方关节打开，膝盖位置挺紧的，双关节把它拉出来，折出去。然后这块脚尖的位置打开扣子，顺着后方这里180度翻转，脚踝的关节抽拉往下，接着旋转一个90度，这一块双关节打开。尾翼的处理，先把这一块往开撇，这根直接提上去，让过来这个角度之后，把它放平，这一块遮住窟窿，下方这里双关节扣子拼齐，这个整个的放到90度垂直，然后旋转，这地方有3点的插合，不同的方向同时扣住。脚掌前方脚背的位置，双关节立起来一个夹角的角度，后边这一块两边旋转一下，把它延长，填好。膝盖位置打开，翻出来里边的骨架支撑，然后顺着这一块的关节回归下去，露出膝盖里边支撑的这个扣子，我们把它3项锁定，同时插合，挂住。外侧的这一圈轮子揪起来，往下旋转180度，卡到位，最后收起脚底的卡扣。翻到车头的位置，左右拉开，中间这里有结合的卡位，我们把它都撬开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有4个插的位置啊，把这里全部的解锁。胳膊的变形，顶一下后边，再顶一下前边，把这里边的插扣打开，这块装甲抬起来，
注意轮子左右两侧有2个黑色的零件，这里是双关节的轴。变这一块呢，需要先把肩膀的位置我们挪开一定的角度，顺着这里90度打开，旋转一下，把它掐到中间，然后根据这个双关节我们旋转，整个的把它翻起来，哎，轮子就完全居中了，肩膀再放下来。这样的操作之后，肩膀的这个轮子我们就半隐藏在了这内侧。后边的这一块通过这个双关节再折下来，插进去，打开这2块中间的这一条，就可以把脑袋顺着里边翻出来，再回归盖上。下方这一块进气格栅我们折叠放进去，把这个宽的变窄了，用了90度的2个面，实现了一个质量转换，有点意思。后边这一块我们稍微往起拉一拉，胯部现在是一个拉开的状态，我们这里双关节把它回归居中，有一点紧，通过中间的扣子再把它结合住，然后结合处的2个扣子用前裙甲直接锁住。侧裙甲车型的时候在这个位置，人形我们顺着下方这里打开，翻转180度，放到腿部居中的位置。后裙甲有2层，双关节上提，根部这里的2个锁扣，继续用这一块进行加固锁定，和上方这里的2个卡同时的结合。然后后边这个裙甲，当时在样板的时候，这后边是一个空的啊，很多人说不太好看，也是大货版出来了以后，在这里增加了一些细节的花纹。双关节我们再归位，胯部现在就很漂亮的整合完毕。继续往上看。腰部、胸口侧面这里有2个三角区域，根部这里和中间连接的位置也是有卡的地方。把这个扣子拆开，通过双关节往下翻，侧面这里的扣子再夹上，形成胸口三角形的造型。背后这里还要翻下来一个盖子。胸口下方这里的转轴关节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块根部旋转。同时需要做的，调整背后这个地方的转轴，把透明的玻璃夹成三角形，卡到背后翻出的这个凹槽里面去，落下来，哎，起到了一个再次支撑稳定的效果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肩膀这里的双段关节进行缩胸，把它提起来，挂上。把这一块的桩子插到轮毂中间的这个位置进行固定，同时前方进气格栅我们刚才下翻90度，这里的双关节往前推，推到头跟这2个挂钩进行结合，咬住，胳膊横转90度，打开后方的盖板，拳头顺着这里边翻出来。最后来看背包，2个翅膀转横，顺着这里边的2个扣子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插上，结合，这一圈放下来。那么好，这款帅气的人形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吧，这款 BT 的爵士变形难度还算适中啊，有一些零件的先后顺序需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整个的一个做工用料质感是非常不错的，涂装的人形效果，包括整个的一个360度旋转，并没有太多明显的偷胶空洞的地方，该遮盖的也都给你遮盖了起来。大长腿这一块延展开了以后，有非常多的装甲一层一层的罗列起来，这种层次感堆砌起来的机器人感觉是特别丰富的。而且尤其我很喜欢上半身的这个变形设计啊，缩胸的机构和轮子的半隐藏收纳。我对这种半隐藏露出一圈轮纹的感觉会特别青睐。背包的尺寸不算大，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，后背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。听取民友的意见，在大裙甲的内侧这里增加了花纹的细节，也算是厂商的一个态度表现。而漂亮的塑形和整个的一个漆面点缀效果，也让这款 BT 爵士应该能称得上目前市面上最帅的爵士服冠了。
能把一款可变形的爵士造型塑造的还这么的帅气，那也是现在许多玩家青睐它的主要原因。而且这两款产品摆在一起的风格是非常搭的，所以脱离了记忆原始形象，尤其现在以铁骑巧为代表性的一些美术风格，将来会不会成为变形金刚玩具界的下一个主流呢？我们也是拭目以待。那么得嘞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